那你第2部戏就男主角啦？对。所以你是一炮而红，火速上位啊？你凭什么？天时地利人和。你觉得你是一种天赋吗？还是努力的？天赋，我不努力。全听你说。到现在我都记得那6个月是不好过的，因为我差点出不来。得了忧郁症。对我来说什么都是假的，这个世界很灰，我随时可以去死的那种。我是经过了那段很忧郁的6个月之后，后来我说好 ，OK， 我要发愤图强，我要把自己 market， 把再包装出来。是为了自己还是因为？就是为了证明自己。然后也想说，我的能力就是这样子吗？就这样忧郁就完了吗？我想跟如果有忧郁症的朋友说，你如果在忧郁当中，别人不容易帮到你，除非你有心想要自己站起来。你身边其实很多人愿意帮助你，但是如果你不想自己站起来的时候，你身边再多关心你的人也帮不到你。对，所以要拉你一把，必须你自己要先醒悟。我不想再这样了，我想要求救。你在那段时间，你有跟圈内或任何人联络？没有。你不愿意还是你没有？不愿意，因为我不想人家看到我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。你都不跟人家倾诉？没有，就是比较 close 的，我会偶尔家没事这样去他那边睡1个晚上这样子。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去提过这一段。就是很多人在忧郁症当中，但是他们更不想让人家知道，像我那时候的情况的时候，就是更可怕的时候，人家都不知道他在忧郁当中。这是很可怕的。而且你掩饰得很好的时候，没有人知道。所以这个东西最终还是要靠你自己。当你愿意站起来的时候，什么东西都是有阳光的。可以这样说。你说的这个道理，可能很多人懂，但是我觉得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领悟，就是这样。你说得出来，也是因为你经历过，对，所以也是你的振作起来，也是因为要给你的母亲看。对了，我很失落的那段时间，他不知道我在做什么。我偶尔去他那边睡1个晚上，我就当着我来看你啦，陪你睡1个晚上这样。但是他不知道我在经历过什么东西。所以后来想振作，就是说，我妈很喜欢看我演的电视剧嘛，所以也是说继续拍。每年拍1部电视剧，也是说给他老人家看到，儿子，他在亲戚朋友面前可以风光一下。天才让我更佩服的就是他还有另外一段，我是从报章上，因为那时候我已经也联络不到你了，就是天才对生死这件事情有自己的解读跟方法，而且非常的豁然。而这一切呢，都是源自于天才的母亲的这个离世。你的母亲走得很有尊严，而且她教导你什么是死亡。他生前在病床上，他跟我说：“你要快乐 ，happy 啊，你要开心。”人将走的时候，他说的话最老实，对不对？他只是叫我要开心。那我在烦什么东西呢？我每天要过得开心就好啊。所以父母走的那一天，他们是说我照顾你。照顾够了，那以后你们自己，我现在不要成为你们的包袱了，我走了，那你们过你们自己生活了。你们家里都是达成一致的共识，听着妈妈的指示，然后全家陪伴着她走到生命的最后的那一刻，所以你才没有任何遗憾。是正确的，就是说，就算是妈妈的那个 hospital 的那个 bill 什么。我们兄弟姐妹都，争着想了，我来吧。我没有看过，我看到的是，装疯卖傻的那种。但是我看到我的家庭是每个人，其实那时候我也没有积蓄，那时候不多的时候，没有说，不是说现在很多，只是那时候也是有点拮据这样。
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想要说，哎，我的 CPF 还有钱，用我的吧。我那时候，你们家那个时候是碰到什么样的一个沟通方法，让一切可以这么圆满、这么安详的送走妈妈？每个轮流去陪她在医院，然后后期是要回到家里去休养。谁做的决定？大哥、长兄嘛，就决定好就回家，然后在病床上，就大家轮流去照顾他。所以陪伴到他临终的最后一刻，全家都还在，对，没有争执，没有怨言，没有，甚至于到最后，我们说子欲养而亲不在，可是你说你没有伤心的狂掉泪，因为在生前你觉得你已经做到了，生前对他们很好很好，他们走了之后，你心里没有愧疚、没有亏欠的时候，那个感觉是很爽的。是，然后除了拍戏以外，你还是有主持。你的有一部综艺节目是我超级喜欢的，就是《消失地平线》。消失地平线，那个节目真的很棒。我碰到的贵人给我的机会。而且你在做主持的时候，我想要问你一下哦，你得到什么样的享受跟什么样的体验？没有享受，我们去的地方都是鸟不生蛋的。你完全不会想说我要自己买票去的地方。对。不是啦，有几个啦，有一个像马尔代夫的是天堂来的。我有看到那一集呀。但是也有去到一个叫 Nagaland， 我记性这么差，但是我都记得这些地方。你看，因为这个节目让我成长很多，学习很多。消失地平线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当上主持人，然后我哪搞到什么这样的话怎么讲？那样长。这样长，这样一段，我怎么背临场？我怎么讲得出来？我讲得不好的话，我口条不好的话，等一下 I look bad，you know。然后他的字眼又是什么宁静致远啊，什么那种。我40多岁才第一次看到宁静致远这个文化人，这个哪里什么星球来的人？为什么要我讲这样的话？我怎么主持？他还要说服你，比如说田才到了国外哦，夕阳都要下山了，他们叫你从这边走过去，你就问他为什么要走，为什么要走来走去？你一定要人家问，说明白讲清楚，你才懂走来做什么。他又有点怕我。因为他一定要说服你，你就是要被说服的人。那时候又有点公子的脾气吧，他有的画面，但是他没有跟我解释。随着水坝的建造，这些蜂巢屋和部分有着5000年历史的古城，即将沉没在水底，与世隔绝。你觉得主持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？我看到了美索不达米亚。平原，我去到土耳其那边山上很高很高的地方，很冷的地方，但是一望过去是好像平原这样的。我想，我怎么可能我在几千公尺的上面，我怎么可能看到平地这样平的一个地方？多美，你看。对，这美到不可以想象，比我当空少的时候我看到的更精彩。主持的美妙就是在于这里。我很想念这些啊。我很想念消失地平线，跟我后来还有派一个南洋华人，我去到各个国家去认识到当地的华人是怎么样生存下来，怎么样保留那个文化，我很感动，我很喜欢，我一直在学，一直在成长。对你来讲啊，你觉得主持这样子会很困难吗？困难到今天我还是觉得主持很困难，我觉得你太厉害了。我看过你的主持节目，这句话不要剪。真的，我觉得你主持节目很厉害，很真实。但是我觉得。你之所以能够主持的那么精彩，我真的觉得你真的做得不错，是因为你个人特色很强，很真实。那我觉得每次都会词不达意，那个真的不重要，真的不重要。真的吗？你看我几系列去主持线人，我的英文都24打来打去问一样的话，这样问到就好了吗？问到就好。好像我在消失地平线的时候，我有去到东北某一个村里面去访问一个老人家，他的孩子离开家之后，他独自留在家里的那个感受，他跟他的老婆两个都很老的，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样照顾自己的那个起居饮食的那种。我在访问的时候，我是握着他的手，然后给他我的真诚。给他温暖，然后我在问他的时候，他说出来的话是
很有温度的，他不是那种应酬你说，哦孩子不在我也没办法啦，什么什么，不是那种，他是可以慢慢说，要把心里话说出来那种。这就是主持人的一种功力，真实的生活，现实的社会。我好像自己擅长应该就那一点吧，其他的有点弱。如果可以，你还是会想要再主持？会，你会喜欢再挑战主持？尤其是旅游节目，尤其是能够带我去到看到不同的东西，让我有成长、学习到东西的，我很愿意去做，那个酬劳不是问题了。把这句话剪掉 ，spoil market。我好不容易半价吧，怡凤的半价。我好不容易把你干掉了，我们才上位的吓死我了！没有，我们一起手牵手把价位抬高。不错的策略 ，That's a good idea， 比较有看头。Yes。然后再来就是网友发问了哦，我必须要先带网友发出几个问题，你懂网友一般对你都是爱慕的，所以很抱歉，我会在这边就是会问，你有交往的对象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有什么事情会让你哭的？都是为工作，所以我碰到的人事物，会让我感动，就好像我在访问一个老伯伯的时候，我自己现在很感动，因为我们可以感到那个交流，就握着手还没说话就有了交流。在拍戏的时候，我跟秀珍，我跟文芳有过那1-2场戏的那种感动，会流泪，跟后来的那个叫什么名字啊？黄碧仁。3个愿望的时候，很多场戏我很感动，所以那时候的哭是我生命中有的发泄的时候，都是在拍戏的时候，是拍旅游节目的时候，我碰到的事情让我在流泪，我自己就不流泪。对你的生活是不会的。OK， 你在演艺圈有好朋友吗？你算吗？你算是？算了哈。这样都算了，但我就没有了。OK， 你会有成家的打算吗？会闪婚吗？没有，不会。我想也是，你演的每个角色都很特殊，就很厉害、特殊，很棒啊！你是怎么办到的？比如说，你是不是拿到剧本前2个月，如果要你演帅哥，你就要开始把你的胡须剃掉，有，开始减肥。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件苦差，因为过了40之后，我就开始发现难度越来越高，因为我戏每次都是男一嘛，男一都是30多岁的嘛，那我40的时候就差几岁，我45的时候就哎呦，有点难，我要看起来像35，然后到了近期过了50，我接了剧本还是38岁。那怎么办？我自己不相信我自己的样子看起来38的时候，我怎么样去让观众相信呢？那你就要怎么办？所以勉为其难的做facial，做多一点 mask facial 啊，我平时都不做的东西。你看我的那斑啊，就是我连防晒也不涂的那一种，我最懒惰的。但是为了戏之前的1-2个月，我真的是要做这些准备工作。所以这个再加上那3个月的时候，的拍摄加起来就5个月嘛，所以年纪大了之后，我很难再 handle 38岁的角色。人家是可遇不可求嘞。你知道我演过这里最痛苦的一部戏吗？就是我40多岁的时候，43吧，我演28嘞，那个28还是我要求可以加几岁给我吗？因为本来那个是25啊。这么你是觉得你不能说服自己，还是你觉得你那个童真不在，还是你演不下去，还是你觉得没有挑战？我演不下去。演不下去。因为我那个眼神就，发叔，怎么事啊？不是说好，我不明白，就要演很年轻的那个样子，那个眼神很累啊，装出来那50岁不是啊，50岁。怎么啦？什么事？那个眼神什么都不一样的嘛。我可以演回我自己嘛。因为28岁真的每天要挺，
很辛苦的。所以也就是说，我现在就要到了这一点了哦。2020年，王天才真正的丢下了一颗震撼弹，说《男神不败》即将会是他的告别电视圈的一部作品。你就真的要告别电视圈呐？为什么这一次你会说这一次你真的要告别了呢？我刚刚解释的就是我真的觉得力不从心了，除非为什么会有除非？除非真的有男一，然后年龄是我可以做我自己这个年龄的角色。那 OK， 那我们现在快把话收回来，暂别可不可以？你一旦说告别的时候收不回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是不想拍了，我真的不太想演了。如果是主持旅游节目还有机会的话，我想再做最后一次的尝试。我保证不发脾气，我保证不乱发脾气，也不问歪了啊。我会知道怎么样问问题了。那就是说你会愿意回来主持，你不要再拍戏哦。可以这么说吧。那我们说暂别。其实可以的话就不要了，算了。我知道你蛮喜欢的一部剧，就是《229明天见》这部戏。如果有类似像这样的角色在找你呢？其实《229明天见》这部戏不好演，它的剧情有点枯燥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找很多点去让它发光。我碰到很好的对手是叶全真吧，然后很让我欣慰又心疼的呀，冯伟忠，Aloy也是在那部戏，是蛮可惜的。对，所以你说那部戏是我特别喜欢的吗？不是，是因为那些演员让我很喜欢那部戏。但是最好的剧本嘛，对我来说还好。但是如果哎呀，不知道，因为我看前一阵子你在 IG 还 PO 了他的一张照片，可见你对这个孩子你还是很多的想念。可能你在他身上看到很多你的样子吧？对，因为他很用心的在处理戏，然后说这么年轻人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功力？我花了很多年才学到的嘞。原来他童星出身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，我之前对他没有什么印象。是，他是真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年轻一代的演员。所以后来他跟我说要拍什么什么，说我义务帮你，你要我演什么我都去演。然后他就不在了，所以这是一个遗憾，是人真的，一转身就是一辈子。天才后来的生活，我觉得你即将要过的生活，我们都觉得非常的特别，因为你积极的从事慈善事业。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点开始对慈善这么的热心？在中国去做礼品生意的时候，我有去尝试做一些，去到偏远的山区去帮一些学校啊什么，但是一点都不伟大，帮助很小都是1、2千块新币，然后就在那边买书本给学生，蜻蜓点水式的那种帮助。那后来就跟朋友去到印度就去到了孤儿院，然后那些小孩给我的震撼是蛮强的，因为这些小孩都是关在一个一个那个 baby cot， 然后他们看到有人来的时候，那个眼神，他只是要你抱他，他们没有人抱他，所以当下你会忘记他们，有点肮脏，有点什么，因为卫生环境不是很好，但是你就会去抱起来，所以我又学习到说，这个世界上需要关心的人、关怀的人很多，他不一定是钱方面的，可是。后来我有机会跟郭淑贤去到了柬埔寨的时候，就机缘巧合啦，就碰到有人要搞一个学校，给那些贫苦的乡下的孩子们有一个学习英文的机会，我就从那边开始，就这样子做，现在都快10年了。可不可以大概了解一下你这个慈善的理念，就是你的整个操作？因为你就是帮忙筹款，但是你没有真正的去
走这个流程就对了。OK， 刚开始的2年是从10多个小学生，然后慢慢变到要建一间学校，因为有200多个学生。后来到了第5、6年的时候，建了第2间学校，因为已经变到500、600的人了。一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们教的系统也不好。我们的共同的朋友 Pearly，他能力强，英语好，我们就请了他，还有他哥哥，把他们请到那边1个星期去教那些老师，教了那些老师怎么样好好的把这些孩子教好，他们学习就更好。所以通过这些贵人的帮忙，花了大概1年多时间，把整个系统教好了，我们才离开。所以现在我只是负责找钱给他们继续的营运下去。然后1年大概看这2新间，币大概3万左右吧。所以这3万就是学校，它不是一个收容所，它就是完全是教育。我只是说，我只能够给你们教育。你们家里有多穷，你爸爸受伤，工作受伤还是什么东西，我尽量不要去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不想 get personal。我 emotionally involved 的时候，我就不能够理智的做决定，所以我对他们孩子我没有很 close 的。对，我想最大我能够照顾到的就是建立一个 education system， 让他们去学习，让他们自己成长，让他们自己长大找到工作去养自己的家。我不要 get involved with 他们的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是，所以要把这个慈善maintain 住，它还是让你有一点点的压力。你就为了他们可以回过头来再拍戏，钱不够了，我回来再拍戏；钱不够了，我就来卖东西然后再把那笔钱捐过去。1年够撑了，我就过生活了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事？我觉得我看你的 IG 就可以看得出你这个人了。有人说，你前几年不是说你不再拍戏了吗？然后我就嘿嘿嘿。你回来就是为了，就是这些事情啊，就有时候我找不到人捐钱什么的话，就回来拍部戏了，反正没事啊。那你在本地你会想要做什么？上节目，拿一下通告费，去做一点公益，送货，还有拍视频。隔壁老王，哎呦，隔壁老王嘞！你为什么把自己？你干嘛？你干嘛打广告啊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，真的嘞！你真的这么爱啊，老王嘞？你这次用心了哦 ，Thomas。隔壁老王是你另外用心在经营的一块东西。刚开始是打发时间，然后我也想说，我想要分享我身边的人事物，分享给我的 followers， 分享给大家。也就是说，你一手策划、撰稿，整个节目的 content 跟这些，拍什么，怎么拍，然后那都是我一个人在策划吧。你整个目的就是希望跟网友分享，分享的是什么？分享哪一块？分享人事物咯。我接下来可能会拍一些电子的 gadgets 的东西，是什么新的？我们这个年龄层可能不太熟悉，跟教大家。所以你人生的下半场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打算吗？我过了51年没有计划，你现在叫我计划什么？你太残酷了吧！你要我被怼了。你现在要我计划不来。心愿，我把自己放得很低，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心愿。你看，你终于有目标了。什么目标？你要为慈善事业低调做人，高调做善事。恐怕你唯一的负担跟那个承诺就是那2间学校。哎呀，如果有人找到人家接手的话是最好，但是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是我在世的哪一天，我用我的积蓄去维持它，继续的能做多久就做多久，因为这世界上也没有什么是永远的事情。100年老店也可以倒下就关掉，跟你们说，对不对？那学校你要开100年才算成功吗？没有，就尽力而为咯，能做多久就做多久。其实要总结的话，就是我说我的人生没有什么目标，但是并不代表说我赞同人生可以没有目标。我很幸运，运气不错，也遇到贵人，走到了今天，我还没饿死。但是我不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这个运气，
我到今天，我为什么会说我学习，我才发现说我学习的时候，我早知道我有这个目标就好了，早知道我有这个目标哈，我就不用走这么辛苦的路，这个冤枉路什么。所以我更希望大家能够有这个目标。我觉得人生不一定有大目标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点希望。可是我觉得能够在天才这一次的访问当中，我们尽量，但是我希望能够活一个无悔的人生。没有遗憾的人生，我喜欢这句。然后我们节目制作组呢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，这个怎么没有说有这件事？来，请你打开来看，这个东西我觉得挺有意义的，这个很特别，我还要跟他们讲，我也要买一个。就这个呢是一个世界地图。而且呢，好漂亮！你每去过的地方，你可以把它抠掉，它就有不同的色彩出来。你去过哪个地方，你就把它抠，它颜色就会慢慢的OK 出现彩虹的颜色。哦，太棒了！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因为知道你喜欢环游世界，我们希望你自己的人生能够在这个环游世界当中突出你自由的色彩。希望他能够早日实现他自己的梦想，环游世界。还有我们过无悔的人生，无悔的人生。谢谢你，谢谢 Thomas。现在涂一个啊，走的最透的是这个 Australia 吧？放在桌子吗？中间的那些非洲我去过，你厉害，你是拍节目才去的，你不用买票去的。去过的地方它就有一个不同的色彩。啊。